我和周记是娱乐圈公认的神仙眷侣，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，惹得不少同行羡慕不已。但是我死在了结婚纪念日这一天，众人看着我的丈夫跪在我的尸体旁，哭得撕心裂肺，也忍不住哭得稀里哗啦。却不料，等他们一走，我的丈夫神情冰冷地呢喃着：“夏夏，你终于不会挡我的路了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变成魂魄的我看完了周记的这一场急速变脸，谈不上多么意外。自从今年圈内开始在传他会拿到影帝之后，就对我越发冷淡，从最开始的无视不说到偶尔回应，现在大多数时候我都得不到回应。还有刚结婚那几年的结婚纪念日，他都会早早开始准备惊喜，而这几年他仿佛像是不记得了这个日子了一般。每次当别人问起他今年送了我什么礼物，他都是那句：“都老夫老妻了，还在乎这个干嘛？”虽然我不在乎这些形式上的东西，但是他说这话，我心里还是有些介意。距离我们结婚也才10年而已，昨天10周年纪念日，我等到半夜也没等到他回来。哦，我记起来了，他正在和林雯在一起呢。林雯在凌晨的时候还特意发了一条只有我可以看到的朋友圈，特别开心收到男神送给我的25岁生日礼物，配图都是各种奢侈品。最中间的那张图片是一个男人模糊的侧脸，是周记。失去理智的我直接开车想去找周记问个清楚，在去的路上发生连环车祸，我的车子直接被撞下山崖，然后我就变成一个魂魄了。说起林雯，我印象不深，只知道是我和周记的学妹。之前周记和他的助理尹浩还推荐给公司当作新人来培养，不过我拒绝了。我拒绝的原因有很多，其中周记觉得我是嫉妒他年轻貌美，嘴还甜。知道周记的这个想法后，我反问他这2样东西对我来说算什么？周记不吭声。也是，对于我来说，年轻貌美和嘴甜真是不值一提。我好歹在娱乐圈混出地位来了，还会在意这些？我没跟周记计较。至于别的原因，我也不想直接当着周记的面讲，毕竟圈子就这么大，随便问2句就知道他是什么底细了。但是周记像是魔怔了一样，仗着自己的名气直接给林雯介绍资源。之前他俩还共同出席了一个品牌活动，林雯一身小公主的装扮可谓是吸足了眼球，媒体形容他们宛如一对璧人。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一波 CP 营销，周记不但没反感，甚至他自己也在营销 CP， 只不过网友们和我的粉丝们都看不下去，疯狂发挥着键盘侠的作用。我天，周记是怎么回事？居然敢公然炒 CP， 把我们家夏夏放哪儿了？楼上的，我觉得这哥们是忘了自己怎么火起来的了。就是自己还在吃软饭，还敢在外面公然聊骚，所以说吃软饭的男人可真恶心啊。不过周记丝毫不在意网上那些成千上万的谩骂，继续与林雯成双作对。看着网上持续不断的营销，我的心理防线也逐渐崩塌。我开始不断地给周记打电话，我们共同的经纪人也不断地在敲打他。周记还是不认为他有什么不对，觉得我们太小题大做了，甚至还跟我大吵了一架。夏夏，你怎么对林雯这么大的恶意呀？你好歹给他条活路也行啊。周记一进门就冲着我大喊，你听听你刚刚那语气，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是这个样子，真的让我失望。我看着他紧皱的眉头，冷冷的出声，我不签他就是不给他活路，你确定不是你另有想法？
周记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，突然发狂。我能有什么想法呀？我这么多年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啊？时时刻刻被你的那些狗盯着，跟被别人扒光了有什么两样？除了震惊他对自己工作人员的称呼外，我更震惊他对我说话的语气，与之前的温柔耐心相比，真是个天上地下的区别。看着我久久没反应，可能他自己也觉得说得太过，于是放软了一些语气。夏，我真的不想为了这么个小人物跟你吵架，主要是现在他的话题度真的很高，我保准你只要签下他，马上就可以给我们赚钱。再等我拿了今年的影帝，资源肯定会吃不完，到时候就可以置换，这样不好吗？周记还在不断地说着他的设想有多么好，完全没觉得他这是在公然给我养小三。那天吵到最后，我们还是不欢而散。周记的脸色在电话响起那一刻转好，不知道电话里说了什么好听的。周记的脸上染上淡淡笑意，挂了电话就大步走向楼梯间。我看了看周记远去的背影，不顾还在痛哭的父母，连忙跟了上去。尹浩早已等在楼下，看到周记一出电梯，赶忙去给他开车门。尹浩是他大学舍友，关系好的可以穿一条裤子的那种，现在是他的执行经纪。我往车里瞟了一眼，哦，难怪这么急了。车上还坐着林文，估计刚刚那个电话就是林文打的。眼下死了吗？林文软软的开口，不知道是不是听到我的名字了。周记直接黑脸。周记重重地关上车门，这一个淡淡的就像一记重锤锤在我的心口，我的心止不住地钝痛起来。说起我的死，周记居然这么淡定和平静。尹浩的脸色一下变得沉重，周记沉默地看着窗外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又开口：先去公司，唐双在等我。虽然语气有些不耐，但是下车的时候，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。刚到唐双办公室门口，一个水晶杯状的奖杯就被扔了出来。周记来不及躲避，直接挨了这重重的一下，直接就给周记的脑袋砸出了一个包，倒是没怎么出血。他捡起那个奖杯，冷哼了几声。这个奖杯是周记获得的第一个新人奖。还记得那天得奖之后，我俩抱头痛哭的样子，很傻也很蠢，但是就是很开心。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，周记把它送给了我，我把它放到了唐双办公室的展览柜里面。那个展览柜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奖杯，然而现在周记直接将它往垃圾桶里一扔，像是扔一件再小不过的垃圾一样。双姐，周记深呼了几口气，终于开口：进来。周总真淡定啊，这么久才现身。唐双直接开始反问他，是被狐狸精迷住了眼，迈不开腿了是吗？站在门外的林文一听到这话，直接就开口反击：你说谁是狐狸精啊？你自己还是个老巫婆呢。唐双一个眼神都没给林文，直直地盯着周记说着，还请周总以后注意一下，像这种恶心的货色就不要带来脏了这里的空气，也不要脏了我的眼睛。林文一张脸涨得通红，却说不出一个字。周记脸色也变得阴沉起来，像是在隐忍着什么，不过最终还是只说了我明白3个字。唐双看着久久不出声的周记，不断地叹长气。处理完夏的事情后，我们就来谈解约的事情，希望周总能做好准备。可能是顾着这么多年来的感情，唐双始终没恶语相加。说完这句，就要周记出去了。门外，林文轻声细语地安抚着周记。门内，唐双看着桌上我与他的合照，哭得不能自已。那张合照是16岁的我和40岁的他，我的眼睛不由得开始泛酸。唐双是我的经纪人，
也是待我如女儿一般的恩师。说来也真是运气，高一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微小说比赛，拿了第1名。作为制片人的他看中了我的作品，想把它改编成一部电影，还邀请我去当主演。那时候我还很天真地问他为什么选了我，我就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。他是怎么说的来着？哦，我有大红的命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我撇了撇嘴，一脸不可置信地说：我可不相信你说的话，小红就算了，我可没有那个大红的命呢。他被我的话逗得哈哈大笑，只说了一句：小红也可以，但是姜还是老的辣。我还真被他说中了。这部电影上映第1天，直接就登上了热搜的各个榜单，热度也不断攀升，逐渐有霸榜的趋势。电影上映结束后，票房口碑双丰收。作为主演和原作者的我，热度一直居高不下。那段时间，我更新的每条动态下的评论都上万条，除了忽略可以不计的恶评，都是清一色的在夸我。夏夏宝贝，你真的好牛逼呀！我家夏夏就是最屌的，自己写剧本，自己还当主演。如果是个小角色就算了，主要他还是个主演，居然还演得那么好。这个宝宝还未成年啊！然后我收获了一大批剧粉，自此就开启我那逆天的娱乐圈之路。但是我知道，是唐双一直在为我保驾护航。不过我也没有让他失望，不仅名气越来越大，在众多争议中，我还被保送读了大学。用他的话来说，是我给他带来了事业的第2个春天。哥哥，你别气，等你拿了影帝，气死那个老巫婆。林雯的声音一下惊醒了我。我看了看周围，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。我养的狗狗笨笨正死死地盯着林雯，眼神中满是警惕。不远处的桌上还有一块没有吃完的蛋糕。哦，这是回到我和周记的家了。但是林雯怎么会在这里？她还穿着我的睡衣和拖鞋。我跟着她来到了客厅，周记拎着酒瓶，半靠在沙发上，眼睛开始有点迷离了，嘴里还在念叨着什么。我凑过去听了好久，也没听出来他在说什么。然后林雯开始用热毛巾给周记擦脸，另一只手正搭在他的背上，一下又一下地轻拍着。看着这个场景，我只觉得真温馨啊！但是我的眼睛控制不住开始模糊，这好像印证了我的粉丝很早之前劝诫我的那句话：夏夏，你虽然叫炎夏，但是你可真的别眼瞎呀！当时我还一脸不在意，说他们这是在玩我名字的梗，以后不要这样说了。没成想，现在却成了现实。好了，哥哥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是你还是要把醒酒茶喝掉哦，不然你会更不舒服的。来，张嘴。林雯像哄小孩子一样，一口一口喂着周记喝完了那一碗醒酒茶。最后一口喝完，林雯不顾尹浩还在一旁，直接在周记唇角重重地亲了一口，笑意盈盈地说道：真乖，给哥哥的奖励。说完便准备起身，却被周记一把拉入怀里。林雯轻呼一声，下一秒就被压到身下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我的胃在疯狂搅动，耳朵里面是一阵阵的蜂鸣声。如果不是现在的我是个魂魄，我怕我直接就会吐出来。我连忙飘出了客厅，盯着正在角落里踢摄像头的笨笨出了神。明明以前煮醒酒茶、喂醒酒茶、整夜照顾他的那个人是我呀。良久，客厅里传出了周记微微的喘息声。我想，我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。我回到了太平间，唐双也到了医院，正和我的父母在办手续。我看不了为我一夜白头的父母，就连唐双，两鬓都染上了几缕显眼的白。我转过身盯着死去的我，感叹到时间过得真快呀，我才33呢，脸上就有皱纹了。
不过以前的我可不是这样的，以前的我都不需要保养的，因为我的粉丝们都说我是天生丽质。后来我的状态开始肉眼可见变差，久久消散不去的黑眼圈，稍加不注意就会浮肿的身材和脸。我开始陷入沉思，究竟是什么时候我开始变差了的呢？是我和周记结婚之后呢？还是我因为周记转了幕后之后呢？我记不太清了。或许说到底，我在认识周记之后就开始慢慢变差了，只是我自己不觉得而已。我的思绪变得有些恍惚。第一次与周记见面是在学校的迎新晚会上，他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上台发言。我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犯迷糊了，满脑子都是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男孩子？哦，不仅帅，还特别的温柔。舞台上的光都感觉特别偏爱他，整个人都是在发光的，以至于主持人叫我这个新生上台发言时，我还愣了好一会儿。周记经过我的时候，轻轻拍了拍我：“小朋友，该你上台了。”低沉的嗓音传进耳朵，我才反应过来。上台之后才反应过来，我背好的稿子全忘光了，因为脑子里面都是周记那个低头浅笑的样子。我硬着头皮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场面话，然后落荒而逃。下台后，唐双看我的眼神都是一言难尽的样子。不过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场面，也已经翻篇了。接下来追周记才是我要上心的大事了。我是个行动派，第二天一早，我跑到他宿舍楼下去等着了。为了不被人认出来，我特意扮了个丑。那时候他正准备搬出去实习，我就看着他搬了一趟又一趟的行李，看着他蹲在行李旁边喘着大气，我鼓起勇气拿着水朝他走去，想也没想，特别直球地开口：“周记学长，你能当我男朋友吗？”我死都不会忘记那天的周记。听到这句话，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反应过来，然后就一脸震惊地看着我。震惊之后，一张脸又变得通红，然后慢慢冷静下来，又特别温柔地开始拒绝我：“不好意思，学妹，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，更何况你现在的身份也不太适合吧。”听到这话的我直接小脸一垮，嘴巴一瘪，就有想哭的冲动。或许是看着我这副就要哭出来的样子，周记立马改口：“哎，你别哭，让我考虑一下吧。”然后我就语转情了，当天加上他的微信，就开始了每天问好模式。不到半年，我就拿下了他。周记毕业后，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演艺公司。公司给他的定位是先从幕后人员做起，然后慢慢发展成艺人。听起来很好，其实就是做助理，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工作，时时刻刻都需要听老板和艺人的指示，完全没有一点自己的私人时间。总之，一点都没有我舍友他们说的那种谈恋爱甜甜蜜蜜的感觉。久而久之，我开始对他耍小性子，你不想分手的话，你就赶紧到我家来，不然我真的要生气了。说完之后，我还补了一句：“给我带一杯芋泥奶茶，要半糖的。”周记每次都是带着浅浅笑意的回我：“好，小懒猫。”不到半小时，他就穿着外卖员的衣服，带着我的奶茶到了我的眼前。每次看到我都要感叹一下，他真的太符合我心目中的男友形象了，不仅帅，还很温柔，就连穿外卖员的衣服也很好看。我笑嘻嘻地迎他进了门。起初我还会不好意思说耽误了他的工作，下次不这样了，但是下回我还会明知故犯。他也不恼我，只说反正想换一份新的工作，就当他旷工好了，他愿意回来陪着我。是啊，我也坚定地认为他会一直陪着我。周记没能熬过试用期的3个月，
原因就是旷工太多。虽然这3个月中我只闹了他5次，我把手放在他眼前，我真的只给你打了5次电话，你别怪我。我开始哼哼唧唧，转而又开始骂他公司。你们那个公司真的太无语了，对新人有必要这么严格吗？你每次来都只陪了我1个小时，他们还要记你旷工，我真的想打趴他们。说完，我还气得满脸通红。周记笑我傻，说没必要这么气自己，他再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。我靠在他怀里放肆点头，但是我还是感受到了他那微微的叹气声。也是，工作哪有那么好找？虽然是艺术学校出来的学生，但是想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却很难，因为人太多，蛋糕又不是很大。那时候的周记又是个认死理的，只想着那句术业有专攻，完全没考虑现实的可行性，一心奔着演艺公司投简历，投到最后他开始怀疑自己，明明在学校那么优秀，怎么一毕业就成了无业游民了？周记开始彻夜买醉，甚至喝成胃出血，直接躺进医院。我偷偷去医院看他，躺在病床上的他还在自我否定，说自己辜负了家里的期望。原本想着读完书能赚很多钱孝敬他们，现在却连自己的生计都成问题。我听到这话，哭得稀里哗啦。第2天醒来，他又来安慰我，说他没事，又说我是个小傻瓜。迷迷糊糊中，我看着周记被窗户上射进的微光笼罩住，整个人温柔的不像话。那一刻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只想着周记能永远在我身边。于是我朝他笑了笑，别的公司不签你，我可以要我的公司签你啊。周记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，这一想法一经提出，唐双直接在会议室里将我狠狠批了一顿。我不反对你谈恋爱，你现在还小，只要你不太上头我都允许，但是你想要牵你那个男朋友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。你也给我断了这个想法。我一声不吭地站在会议室，这一站就是小半天，没人敢进来劝我，因为都知道我是公司小祖宗，除了唐双，没人能骂我，也没人能哄得住我。最后还是唐双的一声给我滚进来唬住了我。我像蜗牛一样不情不愿地进了他的办公室。你给我说说，那周记到底有多好？我提着的一口气终于松下来了，瞬间变得笑嘻嘻的，连忙去给他按摩。周记真的很好，他在学校就很优秀的。那天我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，夸的都是我认为的那个优秀的周记。但是那时候的周记确实很优秀，连续拿了4年的奖学金。学校老师提起周记都是说这小子真不错，只不过这些在娱乐圈没有任何优势，因为他家庭条件差，没有背景。说起这点的时候，我的心里难免有点酸涩。我也是运气好到爆才被唐双看中的，或许是和他有相似的地方，让我对周记的感情又多了那么一些死心塌地。最后唐双说愿意给他一个机会，我抱着唐双哼哼唧唧撒了好一会娇。很快周记正式签约成为艺人，并且唐双亲自带他。周记说那段时间是他最开心的日子，哪怕他天天要去应酬，他也是乐此不疲，因为他已经开始有点小资源了。我忍不住去问唐双，觉得周记怎么样？唐双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点头说确实还可以。听到这话，我忍不住笑起来，因为在唐双这里还可以的意思就已经很不错了。那什么时候公司会直接给他安排角色？我寒假那部电影能不能？话还没说完，就直接被唐双打断。不行，他还是新人，那部电影都是重量级的人物，塞不进去，那不正好吗？可以让他去刷刷脸呀。
我不肯放弃，还想替周记争取一把，只要一个小小角色。正好我也好久没见他了嘛。唐双沉了脸色，还是拒绝了我。夏夏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反对你谈恋爱，但是不要太上头。你年纪还小，说不定以后会怎样的。那时的我完全没听进这些话，只想着我最喜欢周记，才不会有别的可能。现在想想，真的只能怪自己年纪太小，见识太少。喜欢上一个人，就只想把好的给他，也不在意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。为了适应剧组环境，我提前1个星期进组，正好周记忙完了手上的工作，他就直接来陪我几天。但是开拍第1天就出了岔子，男3号到剧组了解情况后决定不拍了，昨天晚上直接就走了，也没和任何人讲。剧组的人都是今天拍的时候才知道，虽然只是男3号，但是戏份也不少。况且出演这部电影的演员都是挑选了很久才定下来的，这样一耽误下去，可就不知道得延迟到什么时候去。我看着站在离我不远处的周记，即使戴着口罩和墨镜，也还是遮挡不住他的帅气。而且高高瘦瘦的，真的很打眼。突然有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，这对周记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呀。于是我朝导演走过去：“郭导，我给您引荐一个演员，您看看能不能给个机会让他先试试戏。”正愁眉苦脸的导演和副导演们齐齐看向我：“小夏闺女，别添乱啊！”和我合作过很多次的陈亮导演走过来，做事要捂住我的嘴巴，对着各位导演解释道：“这孩子还小，可不能听他的哈。”看着陈亮这慌张的样子，我就知道是唐双提前跟他打好招呼了。陈导，没事没事，小夏也只是说试试戏，又不是直接定了，正好推迟1天拍，就先看看呗。小夏，他在这里吗？看似很威严的郭导此刻正笑眯眯地问我，我点点头，指向人群中的周记。周记被选中了，连陈亮看了他的试戏都觉得很不错，夸他是个演戏的好苗子。唐双一得到这个消息，立马赶来了。我一进房间就看到他那黑的不能再黑的脸，指着我就开始大喊：“夏夏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我说了不能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拐来的陈亮劝住了，连忙要他消消火。刷，别说夏夏，这次选角真的是那小子自己争气，夏夏就是介绍了一下而已，别气别气哈。唐双叹了一大口气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也是真不放心啊。说完这句，突然指着我说：“你看看这傻孩子，谈个恋爱谈得上头了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”我下意识否认，我没有。陈亮对我连连摆手，要我先出去。我得到示意，乖乖出去，还给他们关上了门。没错，他俩是2口子。这部戏杀青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周记很完美地完成了这个角色，他就是吃演员这碗饭的料。这一感觉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得到了印证，周记演的那个角色火了，连带着他本人也火了。我替他开心的整夜睡不着，心想着他的事业可算有点起色了。只是天不遂人愿，我和他的恋情被人扒出来了，他被扣上了吃软饭的帽子。网友们说我俩签了同一家公司，所以这个角色是走了后门的。公司连夜发声明，解释这次选角不存在走后门。剧组还把他试戏的视频放了出来，但是相信的人很少。我也真是想不通，明明我们那些屈指可数的见面都是乔装打扮好的，就连他来剧组的那2天都是和我的工作人员站在一起，完全没有我们2人独处的时候，怎么就被人知道了呢？我气得在家痛哭，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。唐双整夜陪着我，
安慰我说，其实黑红也是红，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。但是那时候的周记简直是被黑得体无完肤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恶意评论，就连他用工作号转载一下工作动态，下面都是一连串评论他吃软饭的。不过比起我每天都要失控的糟糕情绪，周记真是平静的不能再平静。他对这些侮辱和谩骂完全不放在眼里。每当我哭的时候，周记总会把我抱在怀里，特别温柔地安慰我：夏夏最乖了，不要哭鼻子了，总是哭眼睛都会肿成核桃的。边说边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像哄孩子一样。我趴在他的肩膀上，想来想去也想不通，为什么跟我谈个恋爱会被这么多人骂呢？为了能巩固周记现有的名气，公司也开始不断地给周记介绍资源。不过现实总是很残酷，周记的发展屡屡受挫，不是被抢角色，就是被传绯闻。总之就是他不能出现在大众视野中，一出现就被狂黑。有时候的词条会直接打上周记吃软饭的字眼，推上热搜，里面的评论删都删不掉。唐双也是无可奈何，因为他确实没想到周记的体质会是这般腥风血雨。每次看着那些恶意的话语，我就控制不住的开始掉眼泪。周记还是一副冷冷的不在乎的老样子，好机会被人抢了，他就默默演他自己现有的小角色。被别人传绯闻，第一时间就是回来安慰我。或许是因为他努力稳重，再加上遇事永远都是一副坦荡又从容的样子，周记渐渐地在圈内有了自己的知名度，越来越多的导演和制片人找他谈合作，他也慢慢地从新人奖到拿到年度优秀演员，以至于唐双都忍不住对他连连夸赞，说以后要大力支持他。再后来，连一向不屑于跟小人物合作的大导演都点名邀请他出演最新的电影。也正是这部大导的作品，让周记直接拿到了最佳男配角。那一年，周记27岁，是获奖人选中最年轻的一位。领奖那天，周记向我求婚了。结婚之后，网上都说周记的事业可谓是又上了一层楼，不过还是有很多唱衰他的声音。为了能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周记一年无休地泡在剧组，戏倒是拍了不少，风评也在慢慢好转。只不过他的状态也是肉眼可见的变差，我担心他的身体情况，想要让他休养一段时间。但是尹浩说了一段让我记忆犹深的话：夏夏，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拼的。虽然周记现在是拿了奖，但是在背后嘲讽他的人还是一大堆。说实话，周记虽然不表现出来，他心里肯定介意的。尹浩说这话时，眼里的担忧几乎要溢出来了。或许我是应该做出一些改变了。我慢慢的开始推掉一些工作，并有意往幕后发展。察觉到我这一举动的唐双找上门来敲打我：言夏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推了那么多合作？我早早地想好了解释的话语，一把拦住他，坐到沙发上，再递上一杯水，让他先缓缓。别气，容我狡辩一下。我的头上挨了一记暴力，想想还是好痛。那天我跟唐双事无巨细地交代了我的想法，可能是年少成名，再加上前些年冒头太快，导致近几年的发展比不上以前了。虽说手里有不少拿得出手的成绩，实力和人气也摆在那，但是总被人比来比去，心里还是很不爽。好多次我都想直接和那些踩我的人正面刚，不过最终理智还是战胜了一时的冲动。正好尹浩跟我说了那些话，我觉得我现在也到了可以转型的时候了，干脆直接转为幕后，
自己捧新人。更直白一点的说法就是：老娘，我要转行当资本。果不其然，唐双听了我这话，眉头一下就舒展开来，走的时候还特意夸了我一句，那声音听起来还有点小骄傲。那句话是什么来着？好像是不愧是我唐双带出来的人，不错不错。自此以后，我就全权开始负责周记的一切工作，基本上是事无巨细。在这个圈子混了这么多年，又是在大前辈的手下长大的我，处理起周记认为的那些天大的事来，简直是小菜一碟。没多久，周记的风评就慢慢转好了，找上门的工作也慢慢变多了。只是感觉有点奇怪，即使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尹浩每次看见我都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周记也还是一脸疲惫，甚至于和我的关系都在慢慢变淡。到了最近2年，我和周记之间更像是搭伙过的工作伙伴，什么事都是公事公办的状态。我实在想不明白问题出现在哪里。那些回忆像是潮水般涌来，一阵阵扑得我脑袋生疼。我想去看看我的父母，还有双姐，但是眼前一片黑暗，直接笼罩住了我。睁开眼后，我看到了好多好多个小石碑。我溜达了一圈，这才反应过来，我这是在墓园了。看着离我不远处站着的周记，想必我应该是被埋进去了。我飘过去看了看，是我的坟墓。浩哥，我终于解脱了。周记说完这句，长叹了一口气。尹浩一直没说话。浩哥，你先走吧，我想和夏夏再说一会儿话。尹浩很快走出了墓园，周记直接坐了下来，酝酿了一下，慢慢开口：言夏，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？听到这话，我下意识就想哭，但是我现在不会哭。他们都说你是天才演员，第一部戏就够你啃一辈子了，我真的好羡慕你啊！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这种羡慕就转变成了嫉妒。明明我们都是穷人家出来的，为什么你就可以被那么多人喜欢，我就要被成千上万的人谩骂？那些恶意的评论删都删不掉。从小到大，我实在是听了太多粗俗的辱骂了，我都厌烦了。无论什么时候，都有人在嘲讽我，如果不是靠了你，我一辈子都出不了头。就连那些18线都这么说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总要压我一头啊？只要你比我差那么一点，我们真的能继续走下去的。但是你就是那么要强，不当明星了，居然跑去做幕后。别人都说我被你包养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周记说到这里开始哽咽，但是真的好讽刺啊！我被别人说了那么多年的恋爱脑，被别人黑了那么多年的睁眼瞎，我都一如既往对他好，他就因为自己的虚荣心就开始冷落我，对我摆脸色，真不值啊！周记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，说到临文时，他的语气顿时轻松下来。只不过我也不太想听这些没有意义的话了。我环顾着周围的一切，转头正对上了花束中那隐隐约约的小红点。果不其然，我的猜想没错，周记被人直播了。当我飘到公司的时候，里面的人全部都炸了，全部都围在一起讨论。我飘到电脑面前，周记那张大脸直接占据了大半个屏幕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声音的话，还是有点难辨别出他是周记的。毕竟人前的他都是装扮的精精致致，人后的他多少还是有点邋遢，尤其是他还宿醉了2天。不过抵挡不住网友的数量庞大，还是很多人认出来了。屏幕里面的他还在说，像倒豆子一样将他这么多年的委屈说给了广大网友听，甚至说得自己泪流满面，丝毫没有发觉自己面前就藏着一个摄像头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周记停止了对我的吐槽，戴上墨镜潇洒离去。
看着周记离去的背影，我忍不住设想他看到热搜时的心情，是一如既往的平静，还是要露出隐忍已久的愤怒。我瞥了一眼旁边电脑上的热搜榜单，不出意料，前几名还是我的。网友们在悼念我的同时，也在吐槽我眼瞎。说的也没错，我眼睛确实是瞎了。后面一连串都是周记的，周记软饭男，周记白眼狼，周记恶心下头男。我没有想看的想法，转身飘进唐双的办公室。沙发上坐着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尹浩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唐双对着尹浩点点头，您客气了。简单的2句对话一下子消除了我之前心中的疑虑。唐总，我的助理乐乐拿着平板站在门口，唐双伸手接过递过来的平板。周记的直播视频已经被网友们配上字幕，在各大平台轮番播放了。周记直播这个词条基本上包揽了各个榜单的第一。唐双还是一脸的淡定，直接宣布和周记解约吧。乐乐的速度很快，不到1个小时，周记解约这个词条已经登顶了。这个消息一爆出来，与周记合作的部分品牌陆陆续续开始删除他的宣传物料。周记这边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各种新的词条都猛地上升。现在的我正在周记旁边看着他一遍又一遍地发声明，只不过发一次就被吞一次，气得他将桌上的东西一通乱砸，砸完又开始给尹浩狂打电话。尹浩刚开始还在好心劝他不要着急，后面直接就不接周记电话了。周哥，你先别急，我刚刚联系了老张那边，他等会儿就到。我们只要来个直播澄清，就说视频里面的人不是你就可以了。墓园那边的视频我联系人删除了，平台那边我也打点好了。他的助理似乎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声音都有点发抖。唐双这是要搞死我呀！我说错什么了？事实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周记又开始砸房间里的东西。助理看这劝不住的架势，连忙跑出去开车走了。房间里面传来周记的怒吼，我正打算飘进去，但是眼前又被一片黑暗笼罩住了。醒来的我又回到了墓园，这次我发现我只剩下半个身子了，并且我好像只能在墓园里徘徊了。我飘了好多次都没飘出去过，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消失的感觉，因为我每天都会少一部分。这些天不断有我的粉丝来看望我，我也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后面发生的很多事。周记在直播澄清时，唐双直接将之前他跟林文滚在一起的视频放出来了，想也不用想，肯定是唐双发现了笨笨踢的那个摄像头。这段视频直接把周记给锤死了，周记的影帝提名没有了，之前谈好的合作也都打了水漂，林文也被扒了个彻底，连续好长一段时间都被网友们友好问候。在这期间，他不断地解释他跟周记没关系，都是周记强迫他的，只是网友并没有像周记那么蠢，直接就开始扒林文的各种历史。结果还真被他们扒出来，林文与多位大佬有染，以前还被那些大佬们的正宫夫人们抓奸在床。周记也因为这些持续不断的负面新闻，被合作方解约并要求赔偿，甚至有人开始封杀周记。从未处理过这些事情的周记被逼得束手无策，他开始去求唐双，去求他手里的各种人脉。唐双直接将他拒之门外，其他人也愿意搭理他，无一不在嘲讽他不是不在意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吗？怎么现在就忍不住了？还有人直接就反问，你怎么不去求求炎夏呀？他肯定能帮你。我不知道周记听到这话的心理感受是如何，
是一如既往的听到我的名字就会愤怒，还是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后悔？不过唯一确定的是，他肯定想到了这么些年来都是我在解决这些麻烦。他可不知道自己在成名之后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惹到了多少人，又惹出了多少事。偶尔的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，心情不好时的一次失约，还有在酒桌上那一杯杯没喝下去的各种酒，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数不胜数。还是我太爱他了，爱到连他的变化我都可以毫不在意。想到这里，我还是忍不住叹气：周记呀，周记，你有今天这个结果，就真的只能怪你自己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感觉周记来看我了。哦，真的是他来了。我想努力地睁开眼睛，但是总有一股力量在压迫着我。模糊的视线中，我看到了周记最后一眼，他的样子很差，很颓废，两颊已经凹陷下去。这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周记，也不是我的周记了。我缓缓闭上眼睛，不再看他。闭上眼的那一瞬间，我想了想，下辈子还是不要再见到他了。世界重新回归平静。最后的最后，我看到了18岁的我，还是在迎新晚会上。正在舞台上发言的人很耀眼，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。我闭上眼，打算再背一遍稿子。突然，有一个声音传来：“小朋友，该你上台了。”这次我无视了那个声音，径直向舞台中间走去。周记视角解约的消息一出来，我就陆陆续续收到了品牌方解除合作的消息。随之而来的就是巨额的违约金。我不断地尝试发声明，但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吞掉。尹浩的电话也开始打不通，助理出去之后就没再回来。我心里开始发慌，眼下这才死了几天啊，我的世界就翻天了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在这么多年我都熬过来了，我不能被这点事打倒。桌上摆满了各种形色各异的酒，有人起哄，只要我喝完这些酒，就直接跟我签约。我想也没想就开始喝，几杯下去后，我开始犯恶心，隐约要吐出来。旁边有人在哈哈大笑，说我在娱乐圈这么多年，几杯酒都喝不了。还有人看不下去，我边喝边吐，直接拿走了我手中的酒杯，然后淡淡的说着：“喝不了就滚。”我可不想我的酒桌上出人命。我脚步虚浮地走出包间，关门的时候，里面传来特别大的声音：“你说这周记怎么不去求炎夏呀？这些事对炎夏那可是小菜一碟哦！”哈哈哈哈哈！胃里一阵翻滚，吐完后又是火辣辣的疼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很多人都在嘲讽我为什么不直接去求炎夏，他们不想帮我，炎夏肯定会帮我。我不说话，只默默地喝着手里的酒，喝完之后再在他们的嘲笑声中离开。我想，我还是求唐双好了，毕竟我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。我去公司找他，但是次次都被拒之门外。有天晚上，唐双终于让我进去了，但是他没有跟我说一句话，只给了我一个箱子就走了。我明白，没有一个人会帮我了。我坐在偌大的会议室里，放空了好久好久，直至半夜，我才走出公司大门。出去时，我看到了不远处正在跟人谈笑风生的尹浩，他也看到了我，只是也跟旁人一样，把我当成了空气。我抱着那个箱子回到住的地方，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。我打开那个箱子，箱子里面有几本厚厚的日记，都是炎夏的，从他的孩童时期到长大成人，炎夏没有落下一天。炎夏成年后的日记里，我占据了大部分内容。我给他带来开心幸福，也给他带来悲伤痛苦。炎夏在日记里说那些被我忽略掉的种种细节，以及我对他摆出的那些数不清的冷脸。
在他心里划下一刀又一刀，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我好，事无巨细地照顾着我，照顾着我的家人。他说他心疼我。我一路披荆斩棘，从大山里面闯出来，又好不容易站到了他的面前，他想好好爱我。01年8月20日，今天迎新晚会，我看见了一个超级大帅哥，帅到我上台直接忘词，满脑子都在想，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男孩子，我要当他女朋友。01年8月21日，帅哥是大4学长，要去实习了。他没有答应我的告白，只是说考虑一下。还好，我加上了他的微信，我相信我肯定能拿下他。01年12月31日，周记答应当我男朋友了，开心。02年9月20日，周记失业了，他心情很不好，我想安慰他，但是他说不想影响我，想哭。周记病倒了，10几天没见，感觉他瘦了好多呀。睡梦中的他还在跟家里道歉，说他辜负了他们的期望，好心疼。02年10月15日，我找到尹浩打听周记的家庭情况。尹浩说他家条件非常不好，又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，周记上4年大学还要寄生活费回去。我边听边嚎啕大哭，我的周记真的好可怜，我要帮帮他。02年12月30日，唐双在我软磨硬泡下答应签下周记，而且还亲自带他，好开心呀！周记这段时间看起来很开心，还总是送我花花。03年1月20日，男3号逃跑了，我想让周记试试。陈叔看完周记的试戏后说他是个好苗子，能演戏，导演也对他赞不绝口。周记好厉害呀！03年3月20日，我男朋友演技真好 ，QAQ， 我感觉他会火。小妍眼光真不错呀。03年6月20日，周记火了，但是好多人骂他黑他呀，我好心痛，想哭，但是他还来安慰我，更想哭了。03年10月1日，周记得最佳男配角了，开心。周记跟我求婚了，开心到土拨鼠叫。08年1月10日，周记开始不想跟我同台了，也是我出现的地方，他就直接沦为背景板，不想和我同台是正常的。只是尹浩也开始有意无意地提醒我要多关心一下周记，是我太忙了吗？我想了好久，还是决定退圈。但是我又好担心周记会被别人为难，他现在的心气太高了，我还是转幕后吧，也可以跟周记一起工作。10年4月5日，周记感觉还是很不开心，很疲惫的样子，甚至经常对我摆脸色。我问来问去也问不出个什么答案。尹浩看我也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现在大家都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好想以前的周记啊。12年9月6日，周记开始跟新人炒 CP 了，他还很开心，但是以前他都不这样的。他说怕我胡思乱想，但是我跟他说的时候，他居然发脾气了。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？13年10月1日，今天是我和周记的10周年结婚纪念日，又没收到他的礼物，这已经是第5年没有收到他的礼物了。已经11点了，他还是没有回来，桌上的菜已经冷透了，就像我现在的心情一样。手机提示声响起，是林文发来的信息，眼睛一下酸胀的不行。我还是想去挽留一下周记。箱子最底下还有一本房产证，是我用第一笔片酬在我老家买的一套3居室，买的时候写的是言夏的名字。那时的他像只树袋熊一样挂在我身上，娇俏地说着等以后我们老了就搬到老家来住。我当时心想，肯定是因为我家里人都在，他才会这么说，完全不认为这是他的心里话。毕竟
她可是被人宠了那么多年的小公主。我拿起房产证，看到权利人那栏的时候，我的眼睛控制不住地开始模糊，那上面是我的名字。我开始失眠，整夜睡不着，每天晚上一闭上眼就浮现出炎夏的脸，怎么也散不去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有点想不通，我为什么会开始讨厌他呢？明明大家都很喜欢他呀。哦，是我太嫉妒他了。嫉妒是种病，对我来说更是一种疯狂而且不能自控的病。我嫉妒他明明和我一样没背景，却能背靠大树在娱乐圈横着走。我嫉妒他一出道就几乎零差评，我却被骂到被人买了1个月黑热搜。尹浩还问我是不是我自己买了水军和热搜，我不想解释，只是觉得好笑。虽说黑红也是红，但是我那种可以被人骂到可以退圈的事，纯黑无疑了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我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呢？我的钱全给家里了。我知道炎夏心疼我，但是他始终不能感同身受。从小到大，我听到的诋毁真的太多了，多到我已经麻木了。我唯一觉得重要的就是赚钱。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，我开始拼命演戏，无论多小的角色我都演，然后我的运气和奖项就慢慢来了，我的名字也开始和炎夏出现在一起了。别人又开始嘲讽我，说我总被炎夏压一头，我又开始犯嫉妒炎夏的病了。我开始冷落他，时不时还对他摆脸色。后来炎夏转幕后了，我真不知道炎夏是为我才转幕后的，我只知道从那以后，我每拿到一个资源，别人都要说上有个好老婆，命真好啊。于是我的病更严重了，我开始控制不住发脾气，开始不想见到炎夏，甚至不想在任何人面前听到炎夏的名字。最近这几年时间里，我和炎夏的相处模式完全变了个样，大家都开始客套起来，他当好他的大老板，我做好我的艺人。不过除此之外，我变得和其他男人一样，炎夏不再是我的唯一选择。有一说一，被人需要的感觉真的让人很快乐。我也记不清炎夏需要我的时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，又好像几乎没有。但是真的没有吗？我反反复复问了自己很多遍，真是记不清了。清醒之后，我决定回老家卖掉那套房子。房子出手得很快，钱也很快拿到手了。我拿着这笔钱回了家，爸妈见到我高兴了，直掉眼泪，说我在外辛苦了，还问我炎夏怎么没有一起回来，又说要我好好待他，他是我们一家的恩人。如果不是他，我是不可能在那么大的城市安稳下来的。我看着面前淳朴了一辈子的父母，眼睛又酸又胀。在我成名后，他们还是一如既往住在偏远的家里面，几乎不怎么跟外界联系。炎夏也来过很多次，想劝他们和我们一起住，但是我的爸爸妈妈呀，他们说怕影响我，怕别人说我不好，说只要我过得好就可以了，不必担心他们。我把卖房子的钱全部给了他们，吃完饭就匆匆离开了。我又来到了墓园，墓碑上炎夏笑得很灿烂，跟我之前脑海里的他毫无差别。我想跟他说说话，想跟他道个歉，说我错了，但是不知从何说起，一开口又感觉喉咙发紧，根本就说不出话来。于是我又回到了地下室里面，为了能睡个安稳觉，我特地买了一瓶安眠药。我想一粒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，就多吃了一些，果真效果很好。不一会儿我就昏昏欲睡了。闭上眼之后，我感觉我又回到了大四开学时的那次迎新晚会上，舞台下的掌声轰鸣。我鞠躬后转身下台，余光中看见一个小女孩正闭着眼，似乎在背稿子。
我走上前去，轻声说了一声：“小朋友，该你上台了。”他好像没有听见我的声音，径直向舞台中央走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